你知道蜘蛛侠在这几十年是如何演变过来的吗？从那个连5毛钱特效都没有的1977年，到如今科技发达的21世纪，蜘蛛侠已经在全球获取了成千上万的粉丝。他能做到如此优秀，那肯定少不了套装和特效的功劳。为带大家了解一番，我最近收集了大量电影素材，把它们由时间顺序一一列出。废话不多说，现在就进入主题。时间回到1977年，这是蜘蛛侠第一次出现在大荧幕中，可以很明显的看到，当时蛛网还是用麻绳代替，发射器也是相当 low， 而且身上标志性的图案像极了蚂蚁，根本体现不出这是蜘蛛侠。这可能也是在保护自己的身份吧，毕竟每个蜘蛛侠都要面临这个问题，所以当时被广大观众称之为蚂蚁侠。还有这个爬墙动作，我敢说你绝对找不到第二个比这还翘的腿。再看看这个眼镜，简直难以形容。据说当时斯坦李都无法接受这个造型，虽然差评满天飞，但制片方在1978年又上映了第2部，观众以为会有很大的改变，结果还是失望了。看看这个打架场景，就像2个小孩子在玩过家家。最离谱的来了，当蜘蛛侠在下坠的过程中，当蚂蚁侠在下坠的过程中，他急忙打开发射器，就在一瞬间，蛛网变成了吊床，连蜘蛛侠本人都对这个特效摇头。不过我得说一句，虽然整体比较拉胯，但对于70年代的电影来说，还是相对牛逼的。从此，在之后的30年里，没有任何导演敢碰蜘蛛侠系列的电影。直到2002年，由托比·马奎尔主演的《彼得·帕克》重新上映在大荧幕中。他们首先优化了翘臀爬楼，蛛网发射器也被隐藏在袖子中，而且道具比之前好了很多，至少能体现出是蛛丝。还有他自制的摔跤服，完美符合了漫画设定。不仅如此，山姆·雷米导演还把超级英雄这个角色的定位展现得淋漓尽致，无论是打击反派的画面，还是拯救玛丽简的时刻，都非常流畅，这也让蜘蛛侠1成为经典之作。从此之后，每个人都希望被蜘蛛咬上一口。接着是2004年，山姆·雷米又拍摄了第2部蜘蛛侠，虽然套装没有太大的改变，但其他方面绝对可以值得一提。不仅特效有了很大的提升，而且单独拿火车这一段来说，就算放到现在也能被封神。即使电影过去了将近20年，但这个画面依旧印象深刻。不过最主要的还是动作，说真的，无论你从哪个角度看，都显得异常丝滑，这也完美体现出了蜘蛛侠本有的能力。时间回到2007年，山姆·雷米导演拍摄了《蜘蛛侠3》，这也是3部曲中票房最高的一部，不过也是差评最多的一次。其中票房高的原因是因为观众都期待毒液的首次登场，但里面的反派属实有点多，这也让影评人和粉丝都对这部电影各种吐槽。而且本书的死又重演，随后蜘蛛侠还感染了毒液，与其共存，导致跳出了一系列臭名昭著的舞蹈。最终不同的理念和设想混成一团，这也使得编剧和导演陆陆续续提出离职。虽然这部电影的剧情遭到差评，但黑蜘蛛侠套装绝对可以值得一提。光从外表看就能发现做工有多精细，不管是轮廓还是图案，就算放到现在也被称为经典。接着时间来到2012年，由安德鲁·加菲尔德主演的《超凡蜘蛛侠》第一次在大荧幕中上映。因为蜘蛛侠3犯下了种种错误，当时观众抱着很大的希望观看。与之前系列相比，制片方在超凡蜘蛛侠套装上利用了氨纶技术，最主要还是蛛网发射器的首次设计，这也使得超凡蜘蛛侠与漫画完美符合。尽管如此，电影还是得到了很多差评，许多观众抱怨服装的风格，尤其是橙色的眼镜和奇怪的运动鞋，而且故事情节跟上一代也没什么区别，大部分时间都在看已经知道的画面。或许这是故意讽刺上一代导演，但对于观众来说，这根本不是新的起源。在电影里仍然有本书叙事的传统画面，这也使得粉丝提出了不满问题：难道每次蜘蛛侠都要去世叔叔才能让这一切演起来？顶着饱受争议的差评，索尼在2年后又上映了《超凡蜘蛛侠2》。可以看到，制片方参考了粉丝意见，不仅把橙色镜片换成了白色的大眼睛，还更换了独特的网状图案。当然，鞋子肯定也没忘记。至此，这部电影的蜘蛛侠套装被认为是所有系列中最好看的，而且里面的战斗特效和动作绝对是 YYDS， 但剧情却遭到了满天的吐槽。导演似乎无视了蜘蛛侠3中的教训，同样在电影里加入了3个反派。不过，电影最大的错误是决定杀死格温斯泰西，之后接上一连串的糟糕故事，导致这部电影比上一部效果还差，刷新了蜘蛛侠系列最低票房。紧接着，漫威和索尼合作拍了第3代。随着漫威的加入，蜘蛛侠第一次上映并不是在自己的电影中亮相，而是在美队3内战中充当一个配角。与前几代不同的是，制片方改动了蜘蛛侠套装的眼睛，有了此功能后，可以更好地反映彼得·帕克当时的情绪，而且许多能力也是由这套衣服提供。在内战中，我们只看到了他的基本特征，但通过蜘蛛侠英雄归来可以发现，彼得花了很多时间学习并使用这件套装。胸前不再是简单的标志，而是一个蜘蛛无人机。不仅如此，手上还有多种网状射击模式，另外还通过漫画灵感在腋下装置了一个滑翔伞。这样一看是不是很酷？不过我觉得还是比钢铁蜘蛛侠低一个档次。这是在复联3和复联4中的套装，它是由某种金属制成，完美展现了钢铁侠的盔甲风格。没办法，
毕竟是亲儿子。套装自带重型作战设备，其中有4条机械蜘蛛腿。当进入杀戮模式时，它会刺穿敌人的身体。接着来到2019年，漫威又推出第2部系列电影。在《蜘蛛侠：英雄远征》上映之前，制片方就给出了承诺，将会有更酷的蜘蛛侠套装。在上映后，我们确实看到了特工尼克·福瑞设计的间谍服，是不是很眼熟？没错，这几乎就是参考了漫画中的那套。在电影中，彼得·帕克还创造了一个红黑相间的服装，当然这是根据托尼的技术开发的。I need a suit. Suit? You take care of the suit. I'll take care of the music. 升级后的制服除了基本功能外，还获得了更有特色的网翼和蜘蛛侠专属降落伞，以及手动的蛛丝发射器。说了这么多，你最喜欢哪套呢？可以在评论区里聊聊你的观点。最后，我也希望你喜欢这个视频。如果喜欢的话，这样我就知道接下来要做什么系列了。今天的故事就到此结束，感谢大家观看。